好的，我現在來到這個航太暨國防展，國防跟生存遊戲有什麼關係呢？我相信大部分的人應該會有興趣啦。那我們今天就來看一下裡面有什麼新奇的東西，說不定之後生存遊戲裡面會用得到。Go。來啦，我們來到這次大家最想要看的亮點哦，國防館。我們看這次國軍有什麼新東西可以讓我們驚豔的啊 ？Go。單兵作戰設備哦，在這邊。相信步槍應該有研究的，大部分都知道怎麼樣了吧？所以應該要介紹吧。好像有多一些新的東西，我們去介紹一下。那現在展示的這把 T12戰鬥步槍呢，就是我們現在從研發到逐步到現在，這是量產的構型。配色的部分可以看到，它是屬於非傳統的全黑色色系。那這個配色的話，就是我們因應軍種的需求所去開發的郎中灰色色系。主要可以分成3個部分，就是槍托、握把跟刺刀的部分，它是屬於棕色的一個配色。護手的部分的話，是屬於一個暗棕色的配色。那在上下節操的部分是屬於一個屬灰色的配色。所以這3個色系去組成，就變成郎中灰這樣的一個色系。為了要提升現在步槍的性能的部分，T12戰鬥步槍它槍管是採用5.56口徑多邊形膛線槍管設計。那相較於傳統的一樣膛線槍管，比如說像911步槍或6K2步槍，它的設計精度表現再從14公分，直接到了9.8公分，大概就是從一個手掌直接到一個掌心的大小。那在槍管耐用度的部分的話，它也從911的6000發提升到了10000發，可以大幅增長槍支使用的壽命。全槍的結合界面，我們採用的是1913戰術滑軌 M-LOK 的锁孔，所以護手的部分我們採用的是鋁合金多功能戰術護手的設計，在兼具散熱的效果同時，它也可以穩固的結合相關的配件，像是雷子器、四倍鏡以及快展式握把等配件，都可以增加它戰場運用的靈活性。槍身的部分導入多項的人因工程設計，像是拋殼擋塊、雙側的彈夾置放鈕、槍機固定鈕以及射擊選擇器。那這個都是可以利於射手進行左右手互換射擊的時候，可以快速的方便操作切換使用。那在扳機以及握把的時候，這部分我們有針對外形及弧度的調整，可以看到扳機是較為平直的一個弧度，握把的部分的話，它是較為外形較為圓弧，傾斜角度也相較T911步槍的握把較為垂直。那這樣子可以讓射手在進行長時間射擊的時候減少疲勞感，以及增加它射擊的舒適性。那也可以較輕易的去掌控扳機射擊的節奏。那槍托的部分採用的是類海豹托的槍托設計，上方貼塞片我們有加大它的貼塞面積，可以讓射手在射擊的過程中進行擴塞。調整段數的部分也從911步槍3段式增加為段式，1段、2段、3段、4段、5段。那可以依照身形去做適宜的調整。全槍一起開發的部分具有快展式的握把以及可图式的彈夾。快展式的握把它可以依照作戰需求進行收合及快速展開，那也可以因應任務需求去進行快速的拆換。可圖式彈夾部分的話，採用的是複合材料彈夾設計，左右兩側都具備可圖式視窗，可以讓單兵在射擊過程中迅速判讀自己剩餘的彈藥。那此外，採用複合材料彈夾設計的優勢是可以讓我們的彈夾提高更高的衝擊力，不會像一般鋁合金彈夾，它因為受到外力撞擊造成彈夾殼變形後，它會影響它的彈夾的舒暢作用。T12步槍的介紹大概到這。它這個握把部分握感它比較扎實一點，然後它這個托基本上是跟 URGI 的托是一樣的，還蠻順的，只是差別在於它的前面的重量相對比較重一點。然後它這個還有槍燈啊、雷子器啊什麼的，然後它的瞄具。瞳距很舒服瞄具瞳距很舒服應該340倍的瞄具。它全它這個是折疊式的嘛？它是收着的哦，收着的哦，它会收哦，再展開哦，了解。所以它這個還是有一個握持的脚架出來，插的還蠻方便的。這邊雙邊射旋钮。這射旋钮其實射旋钮算蠻扎實，蠻硬的。它有分 safe 單發、雙连發、切换的 auto 的部分。不过它这个射法有点像日本的那個894步槍哦，就是射手要這樣子按，這樣按真的會有點一點，不知道心槍關係還是怎麼樣的，但我覺得握感會好很多。啊，狙擊槍，很多人覺得很帥，好像帥一波的狙擊槍在這邊呢。國造的 T112狙擊槍，那我們等一下，不知道這位長官有沒有空，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這樣子。這就是我們國造的12.7公里 T112狙擊槍，那它採用的是12.7公里口徑的彈藥，它主要是因應了國軍的不對稱作戰能力，要去提升國軍的狙擊的能力來去做的一專案。那它採用的12.7公里彈藥呢，它的有效射程呢可以達到2000公尺，它的精度大概是2 MOA， 全槍重量大概是12.5公斤。那全槍在設計上呢，具備了幾個特點哦。第一個就是我們的槍管的部分，槍管部分我們是採取開槽式的設計，那它可以降低我們零件的重量，那也可以提升它的散熱效率。那再來，我們也特別為這支槍有去設計一個自退器，那這個自退器呢可以有效的降低我全槍的後坐力。我們這支槍的機構呢為手栓式，也就是拉一發打一發，在手栓式的一個設計上呢，可以讓槍支的精度呢得到一個更好的表現。再來就是我們的可拆式彈匣的設計，彈匣的容量為10發。這把彈匣的設計呢，主要是採取跟美造的 M107 狙擊槍，也就是 M82 或 M82A1 是通用的設計。因為我們目前部隊
呢也有相對應的槍支在服役，所以採取這個通用的設計呢，可以降低我們後勤的維保的壓力。那再來呢，就是它的一個槍托的部分，它的槍托呢是可折疊式的，它可以因應射手西行或運輸的需求去做一個收折，降低全槍的長度。折疊。人因工程的部分呢，我們有可調式的貼塞板以及可調式的槍托底板，可以去因應射手的習慣去做些微的調整。全槍呢，在戰術滑軌以及在多功能戰術固手上呢，除了這個戰術滑軌，還有做這個 M-LOK 的界面。那我們可以令射手呢，因應它不同的任務需求，去搭配各式的配附件，比如說量腳架，比如說雨鏡等等。請問一下，它這個是標配嗎？目前這上面的裝備是標配，這個握把可以更換。它的這個界面就是標準的那個 AR15 Grip 的界面，所以如果今天不喜歡這個握把的話，可以換任何同樣界面的一個握把都沒有問題。它的工具不好用。好玩的样子，我們去另外一邊啊，看一下可不可以玩。超多人的，超多人。大家都免費仔，我也來當免費仔。以前175機秒全中。漢堡。刚刚就发弹组，一发没中，对，一发没中，对，又修正一下。OK，謝謝。以前175機秒全中。啊，好啦，就跟之前的有些人已經講過前導片一樣，會出現我們這次的主要看點 N1A2 戰車，等一下就一一給大家慢慢介紹一下啊。好大台。那現在呈現在國人面前的就是國軍最新戰力 N1A2T 艾布蘭斯主力戰車。N1A2T 具有強大火力、堅實防護力、高速機動力以及靈活通信。那提到火力 ，N1A2T 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這門 N256A1 120公里的滑膛炮。那這個滑膛炮搭配先進射控系統，有效射擊距離長達3公里。那本車型另外搭載3款次要武器，我們可以看到炮塔上方 N153A2E1 車長遙控槍塔，搭配使用 N2A150機槍，它可以讓戰車車長在炮塔內遙控操作機槍，不需要把自己上半身暴露出來。另外一個在主炮右側有一個射手銅頭機槍以及裝填手機槍。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我們可以看向炮塔上方這個帶有鏡頭元素，就是 CITV 車長獨一熱像儀。那車長獨一熱像儀最大的特點當我們射手在接戰目標的時候，車長可以同步搜索其他方向目標，車長發現新目標，而且射手完成接戰，車長可以立即使用控制握把按下目標賦予鍵，炮塔就會自動指向車長所標定的目標。這個時候車長可以選擇自己接戰或交由射手接戰，這個是我們所說的 Hunter Kill 獵姦模式，那可以大幅縮短戰車成員接戰多重目標的時間。那在防護力的部分我們可以看到炮塔正前方、側方以及底盤正前方都裝有複合式裝甲。那複合式裝甲可以有效抵抗共軍現役各式主力戰甲車對我們的射擊，除了可以有效保護內部設備安全，也可以提高戰車成員的戰場存活率。那第三個部分介紹是 N1A2T 的機動力。N1A2T 使用一具 HT1500燃氣渦輪引擎，具有強大的1500匹馬力。變速箱的部分則使用 X100-3B 自動變速箱，具有前進4檔、後退2檔的機械檔位。那這個引擎搭配變速箱，可以為 N1 提供最高速前進可達每小時67公里，倒車可達40.2公里的強大機動力。通信的部分，它也同步使用 Syngas 單通道地空無線電機以及 CSVRC 跳頻無線電機，除了可以遂行上下指揮通聯之外，也可以對我們的陸航載空機實施通聯。那這個就是我們 N1A2T 大部的這個介紹，謝謝。謝謝。这台是 M4-1A拐 ITAS 系統，那它前身是 M2A2 發射器的改良款。M2A2 發射器是美國生產的車載拖式飛彈發射器，那它也主要是用來發射拖式飛彈嘛，所以常被稱為戰車殺手。在2002年時，美國研發新型發射器，就是目前現在看到 M4-1A拐 ITAS，那取代我們就是 M2A2 發射器。那它現在是我們國最新型的反裝甲武器。M4-1A拐跟 M2A2 不同的是，多了系統輔助追瞄功能，它可以更容易鎖定敵的裝甲
車輛，更能精準命中目標。它除了可以發射托式2A 型飛彈外，也可以射擊我們新採購的托式2B 型飛彈。那我們托式2A 型跟2B 型的飛彈射程是不太同，之前的射程是3750公尺，那它现在增加到4500公尺。跟之前的 M2 不同的是，它多了手柄式操控模組，可以操控第一個是雷射紅外線測量距離，那第二個是系統輔助自動瞄準，第三個是自動檢測功能特性，它大幅提升我們的接戰及快速反應能力。如果說在射擊的過程中，它在移動過程產生偏離，也可以數秒時間可以自動追免，然後更容易提高它的射擊精準度。那我们這次展演的車輛為 M126拐托式飛彈悍馬車，相較前款 M145托式飛彈悍馬車，不同的是玻璃的話就是採用防彈玻璃，那側邊的話加強了鋼板防護，那可以防護7.62公里子彈跟破爆碎片，可以加強我們的成員的生存率，快速進入我們的射擊陣地。它增加了性能提升到260匹馬力，它的也是採用增加渦輪，它提升蠻多的。好，謝謝。这台是陆射劍2飞弹系統，那它是由我國自己製造研發，中科院1天劍2型飛彈實施構改。那它主要攔截的目標就是戰鬥機、旋翼機、巡弋飛彈、無人飛行載具。陸射劍2飛彈系統它區分為載具，後面有發電機、箱組飛彈，跟它下面的發射載台。載具的部分就是採用德國的 MAN 車頭 TGM 型18噸車頭，然後搭載它的12段自手排變速箱，然後4輪傳動系統，它的引擎可以達320匹馬力。那後面的發電機它是採用日本的金龍3項防煙型柴油引擎，那它的電力是供整個發射架做運轉。好，那箱組飛彈的部分就是由2組4枚天劍2型飛彈所組成，有效射程可以到15公里，射高7公里，然後速度為1.6馬赫。那下面的發射載台，它可以360度旋轉，那俯仰角可以達到0至40度。對，好，謝謝。那請問王士館長幫你介紹一下海馬士。對，我是5號炮指部多管火箭飛彈連的王新梅士館長。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這個是 M142高機動性多管火箭系統發射車，那英文它叫做 HIMARS， 所以中文俗稱是海馬士。那它前身是履帶型的 M270，所以它現在是為了要去取代它的機動性不佳，所以現在把它改造叫輪車型的 M142高機動性多管火箭系統發射車。海馬士因為它具備高機動性及良好的越野能力，所以它可以在台灣的不同的地形上做移動。那它同時也搭載了定位定向系統，所以它可以讓後方的發射架去量測它所需要的仰度和方向，以利我們的成員可以方便的判讀，然後確認裝備的妥善狀況。海馬士的彈藥箱搭載它的彈藥箱自主裝填系統，它可以依據不同的任務性質來裝載不同的形式和射程的彈藥。那接着我要介紹的是我們的武器彈藥，我們武器有分 M31A2 精準火箭彈，還有 M57戰術區域飛彈。每輛海馬士可以裝載一個模組化彈藥箱，每一個模組化彈藥箱可以攜行6枚的精準火箭彈，或者是1枚的戰術區域飛彈。那這是我們海馬士的介紹，謝謝。來介紹我們國產雲豹啦，聽說這次有改款，我相信有在研究的朋友應該都知道這次有改款的吧？好，沒關係啊，那我們一樣是請在場的幹部幫忙介紹一下。好，我們請我們的高中尉來幫我們介紹我們最新型的雲豹。今天跟各位介紹陸戰車。首先，我們這個全案，我們車長是8公尺，高度及寬度為3公尺。那我們全車重量為30公噸以下，可攜式彈藥有105戰車炮33發，12.7公里的彈藥約800發，7.2公里彈藥是4200發，後面還有配24發的煙幕彈。那我們主要武器為156戰車炮，那再搭配我們的新式的自退副進機以及這個炮口自退器，我們後坐力有原本60噸降至20噸。那我們的次要武器有12.7公里的車長遙控機槍，戰車炮右側的那個洞口裡面有個7.6的統合機槍，後面還有12管的煙幕發射器。本案採用的是國內自制的電控伺服系統，所以我們可以行進間射擊。那我們的炮塔的射擊精度有達到0.76米位。那我們的觀測系統內部有 CCD 熱像儀、雷射測距，所以可以行全天候的作戰。那我們有設置獨立的車長的觀測系統，在整合我們的射控系統之後，我們可以達到跟 M1A2T 一樣的獵牽能力。那所謂獵牽能力，就是說我們的射手在用主炮在做射擊時，我們的車長可以用獨立的觀測系統去做360度的偵測搜索。那適時的我們要去切換主炮控制權，實施超越打擊。這個目的是為了縮短我們的第2接戰目標的接戰時間。那我們載具的部分，全它是8輪車型嘛，然後我們具備600匹馬力，所以我們最高時速可以達到100公里每小時。對，那我們是6輪轉向，所以我們的回轉半徑已經縮短至9公尺以下了。那以上是我今天的介紹，謝謝。
這個是我們改原本的战術輪車，我们把它改為純電動車，自主駕駛，真打一體的。這邊是我們改的電馬達，這是馬達系統。電池的我們就放在下面，受限於原本它車子的結構，那我們是改它，所以我們就用這種方式去改。這個是結合國內產官學研，全國第一部，而且是100%自制。我們中科院當系統整合，我們用LiDAR這個影像毫米波雷達前面 Mobileye， 然後整合 Confusion 把它融合變成一個感測器，那它就可以自主駕駛。自主駕駛的意思是我在圖上標 A 到 B 點，它就會從它自己的 A 點自主開車到 B 點，我都不用管。那我們又增加了勁風一型攻擊無人機，可以讓它的作戰範圍更廣更好。在戰術的運用呢，我們先是無人車跟着有人車，那有人車到還在安全戰場的範圍，它其實就可以不用進入戰場，我就停在旁邊，無人車就可以攻入戰場，執行比較危險的任務。就是說人員的戰術我們就把它避免了，不需要有人嘛。那這個無人車進去以後，這個光電偵收系統會開始去做偵收動作，它會把資料用無線的方式遠端傳回有人車，有人車我的控制面板我都可以看得到。等看到偵查到我要攻擊的目標，我就是下指令射擊。所以这个是12.7 mm 的圈槓的那个遙控槍打，或者我們就可以發射無人機。續航跟它的那個續航是看我的電池的多少。那因為我們現在就現有的空間來改，所以我們的續航現在有點受限，我才只有60度的電池，開個120公里左右。但是未來假如真正是要做的話，我從頭設計，我這個電池可以增加。第二個，我的戰術運用，以我們的防禦作戰手勢作為來講，我其實從定點開到防禦的點，我不會從北調到南啊。我們原則上是區域防守的概念，然後在這個區塊可能配置多少無人車。那我們先把所有的圖紙都建好，它什麼時間點到什麼地方我們規劃，我們就到那個點，然後就可以作業。原則上不會長途跋涉，當時的想法是這樣。是，那這個就是我們叫真打一體，而且我們不用人進去裡面，對於那個人員戰損的風險就降低很低。這個是目前很多人在關注的這一台電動戰術無人車，可以這樣講吧？電動戰術無人車，對啊，自主駕駛電動戰術無人車。好的，那這個呢就是台北國際航太暨國防工業展國防館的簡單介紹。那這次我沒有全部講，我只是挑一些我比較喜歡的部分來跟大家做一個介紹。那為什麼這次強攻我就沒有請說明官介紹呢？是因為強攻它是其中一個主要的看點，大家會比較有興趣。那第二個就是太熱門了，有些人就是熱情，我要請說明官徹底的講解，然後時間會拖得比較久一點。所以呢，我想說啊，算了，那我的時間基本上也差不多要回去了，所以這個部分就跟大家比較抱歉一點，那就希望大家會喜歡。好的，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喜歡這部影片的話，記得訂閱、按讚、加分享，順便打開小鈴鐺，選擇全部通知。如果你有任何訊息想要私我的話呢，可以追蹤我 IG 以及 FB。當然啦，如果你要參加秀槍的話呢，也趕快私我哦。就這樣，我是蛙哥，我們下期見，拜拜。